小聂总推出的期权奖励制度，也是为了激励公司的业务骨干，提升公司的效益。这可是大局观的，而且这个制度啊，也是暂时的减少了股东们的利益。我相信呐，不久的将来，等我们克服了困境，走出瓶颈期，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，他一定会给予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。你相信我，这场董事会不会太顺利。对于咬人的狗呢，打的就是；最怕的就是有狗头军师。你是说全秘书？他跟了我父亲这么多年，没想到。对于有情有义的人，我们跟他讲感情；对于无情无义的人，我们拿证据说话。但你相信我，他到时候一定会声情并茂的去挑动其他人的情绪，向你发难。我们可以接受出让一部分股权，因为体谅到公司现在是困难时期。你这个企业优化什么时候能完成？优化好了，我们的损失怎么补偿？你得给大家一个保证。你是应该给大家一个保证。你口口声声说改革改革，这改革一定会有成果、有成效吗？那样的场面非常的可怕，你没有经历过。当一个人面对所有人的反对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进入极度的紧张状况，四肢僵硬，头脑空白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到时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完了。那我就想象他们是恶性肿瘤，而我是主刀医生，把他们切除了就是了。啊？我看你怎么切除的？我不能保证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股东光有义务没有权益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作为董事会成员，在座各位都是我们公司重要的一份子。但在座各位，有谁能保证公司的收益？有谁能保证我那一生主动让贤？我想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保证自己的企业效益能一直走高。如果有，那肯定是骗子。好，今天你跟我说权利和义务，那我想问在座各位，就在1个月前，东远集团资金短缺，付不起供应商的钱，庆盛集团提议我们管理层股权质押贷款，各位是怎么跟我说的？要出力，担风险的时候不见人影。八字还没有一撇，就惦记上回报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是，我是不能保证，但是我有信心和干劲，我对我自己有信心，但我不能要求大家也和我一样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没有保底，也没有承诺。各位要是愿意相信这一次企业结构优化能为东远带来转机，那么就留下来，我们风雨同舟，荣耀共享。若是不相信，没信心，我也不挽留，更不会记恨。我们好聚好散。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。接下来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要宣布。
增补盛方田先生为东远集团董事。并且担任集团副总经理一职。我最近还查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供应商的货款出现问题，完全是因为全秘书他的决策失误，他一意孤行，私自挪用货款去投资房地产，最后楼盘砸在手里边卖不出去，导致资金无法回笼，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。但他一直强调，挪用供应商货款去投资房产是我父亲的决策，他只是执行。这是他的说辞。这上面显示，聂先生已经3年没有增加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。刚才全秘书说的话，我听了很感动。整整30年奋斗在一线，真是辛苦了。您刚说，刚进东远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孩子。现在我长大了，全输了，年纪也大了。在做某些决策的时候，可能想不太清楚。虽然挪用供应商的货款这个风波已经平息了，但也应该给全体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。看来，小聂总对集团的历史还不是很清楚啊。暂时挪用货款这件事情是我签的字，可这一向是我们东远的传统啊。以前聂总在公司的时候，他也经常这样做。可3年前，父亲已经明确提出，逐步减少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，并伺机退出。小聂总这么说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。聂总现在还昏迷不醒，我也无法自证清白。我只能说，如果聂总醒来，他绝对不会这样冤枉我的。时间可以证明一切，但东远不能等。公司要是继续往前走，必须杜绝这样的失误。从今天起，全秘书不再参与公司的具体项目，转岗到后勤部门。今天会议到此为止，散会。怎么样？商场上碰到的人心，和你做手术时碰到的人心相比，复杂多了吧？手术室里病人的心不会变，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变。说实话，我很惊叹于你今天的表现。你有做管理的天分，
怎么去做了心外科的医生啊？为了谭静。其实是因为怕你。做厉东远的儿子不容易。那可是聂东远，很多人盼着做他儿子呢。要是你呢？你要吗？从我记事以来，他都常不在家。就算能见面，他也不怎么和我说话。在他眼里，只有东远才是他值得关注的一切。所以我只能叛逆，这样他生气了，就会和我多说上几句话。但自从我接手了东远，我才真正的明白和了解，他比我更不容易。你呢？你父亲呢？没听说过你的家庭。我爸很早就离开我和我妈了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他没有离开的话，虽然不知道日子过得怎么样，但起码我还有个父亲。